陆渊，这就是你们团队熬3个通宵交出来的东西。承重墙数据算错，主材报价超过30%。你这个乙方项目经理是把脑子落在混凝土搅拌机里了吗？沈总监，麻烦您搞清楚，主材报价超标是因为您昨天半夜12点突发奇想，非要把外墙全换成进口大理石。承重数据我已经改了8版，全是因为您那该死的极简悬浮审美要求。我是工程师，不是会魔法的许愿池王八。你敢吼我？做不到就滚蛋，换能做的人来。凭什么抢我东西？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甲方不得随意更改主体结构。我操，陆渊你个乌鸦嘴，这玻璃也是偷工减料的！死38，做鬼我也要给你发律师函。好痛！这是哪儿？剧本杀？陆渊，造孽啊！老子在现代给你当孙子，到了古代还得跟你这个女魔头成亲，这他妈是什么人间疾苦？你以为我愿意？就你这穷酸样，在现在买不起房，在古代连饭都吃不上，合理？马上合理！我宁愿出家当尼姑，也不受你这窝囊气。1. 警告：强制合伙人系统已激活，当前距离超过10米生死线，惩罚机制启动。什么鬼东西？喂，什么？你碰瓷儿是吧？警告：宿主生命体征正在下降，请立刻恢复10米以内安全距离，进行肢体接触、牵手或拥抱，方可解锁行动力及前世技能。倒计时60秒、59秒。陆渊，你听到那个声音没有？不想死的话，滚过来！大姐，我特么也动不了啊！50秒、40秒。哎呦，少爷和少奶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夫人让咱们来听墙角，这可咋办？该不会是少奶奶脾气大，把少爷赶下床了吧？陆渊，门要开了，快！知道了。非礼勿视！王爷少奶奶，奴婢什么都没看见。夫人就是让奴婢来看看。你们继续，地上凉，记得回床上啊！接触成功，行动力恢复，解锁初级默契，共享生命体征。沈总监，请您讲点道理好吗？是你跟催命一样让我抓你的手。你找死！等等，我们现在吵架没有任何意义。刚才那个系统，你确定听清楚了？强制合伙人系统，10米生死线，意思是从现在起，不管上厕所、洗澡、睡觉分开超过10米，就会变成刚才那种半身不遂的废物状态。凭什么？老子在现代被你天天盯着催进度就算了，到了古代连拉屎都要跟你手牵手，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以为我想看你拉屎？陆渊，我警告你，在这个见鬼的系统解除之前，你最好给我安分点。要是敢占我便宜，我有1万种方法让你在这个古代身败名裂。得了吧，谁占谁便宜还不一定。少奶奶，沈家出大事了！城东的同里钱庄带了几10号打手把沈府围了，说咱们沈家欠了3万2白银，掌柜的卷款跑了，现在要拿沈老爷的命抵债啊！什么？原主家破产了？乙方来活了，跟我回娘家处理债务纠纷。走吧，傻方抱抱。希望古代这帮催债的懂不懂什么叫法治社会。1. 警告：距离超出10米生死线，惩罚启动。陆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在这个破系统解档之前，咱们只能算一个项目组的临时搭档。今天到了我家，面对债主，你最好机灵点，我主外，你主内，听懂了吗？沈总监，您是甲方，您说了算。不过善意提醒一句，原主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规格千金，待会儿您上去就跟债主大谈商业闭环、财务审计。您猜古代人会不会把您当妖怪拉去烧了？这就不用你这个乙方操心了，对付几个古代高利贷，比对付你们拖延进度的工程队容易多了。少爷，少奶奶，不好了，沈府大门被通里钱庄的人砸了。王掌柜，求求您再宽限几日吧，我沈家在临安府做生意几10年，绝不会欠钱不还啊！去你的！你们家商铺掌柜卷着现银跑了，库房丝绸全是发霉次品，拿什么还？3万两白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今天要么拿地契抵押，要么听说沈家大小姐今天刚过门，陆家那个穷秀才肯定护不住，不如抓去给我们东家做第7房小妾，勉强抵个5000两吧。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大宋的王法是被你吃了，还是被你东家当厕纸用了？
哟，新娘子还真回来了。怎么，那个穷酸秀才满足不了你，赶着回来替父还债了？嘴臭！你敢打我？给我把他们拿下！我看谁敢动！在下虽是秀才，但也有功名在身。按大宋律，擅闯有功名者家宅，殴打世子，轻则杖责80，重则刺配充军。你们谁想试试我这棍子硬，还是你们的骨头硬？这就是你们通力钱庄的账本，连最基本的复式记账法都没有，单边记账全篇流水，坏账准备和折旧摊销一概不记。就这种做账水平，放在我们公司，财务总监连夜就得卷铺盖滚蛋。休要胡言乱语！上面清清楚楚记着，你沈家上个月借本金1万两，利滚利，如今连本带息正好3万两。不懂是吧？今天姑奶奶就给你们上一堂古代基础审计课。第一，宋刑统明文规定，私放本间每月取利不得过6分。你本金1万两，一个月翻到3万两，月息高达200%，属于非法违规借贷，合同无效。第二，借款跑了掌柜，也就是却没有商铺公章和沈老爷印信，法律主体上属于他的个人债务。你们来沈家要钱，叫非法暴力催缴。第三，退一万步讲，就算沈家认账，账本里期回款记录存在循环作假，也就是阴阳账。实际上沈家之前已经陆续还了8000两，真实债务缺口最多只有2000两本金加合法利息。好啊，这可是我们东家寄存在沈府的前朝汝窑青花大瓷瓶，价值连城，至少作价2万两，加上欠款，今天你们赔也得赔，不赔也得赔。前朝正宗汝窑青花，王掌柜，造假之前麻烦你多读点书行吗？第一，常识性错误，汝窑是宋代5大名窑，以天青色为主，从来没有清华一说。青花瓷后世才大批量成熟，你把汝窑和青花拼在一起，跟指着马说这是最新款法拉利一样可笑。第二，真正的民窑瓷土细腻，烧制温度高，磁化程度好，断面致密平滑。你们看这玩意儿，气孔大的能塞芝麻，里面还有没烧透的沙粒，烧制温度绝对不超过800，这不叫瓷器，这叫烧坯了的土砖。第三，也是最拙劣的一点，这根本不是完整花瓶，是用劣质碎瓷片拼的，粘合的是熬差了的猪皮胶混草木灰，拿开水一烫当场散。拿这种劣质拼接的工业垃圾来碰瓷，乙方，你的交付部验收不合格，我要对你罚款。滚！1万两本金，1个月后我沈曼连本带定利息1分不少还给你们。现在带着你的假账本和垃圾，立刻从我沈家滚出去！再敢闹事，咱们就带上证据，去应天使大堂上好好盘盘账。行啊，陆经理，刚才验货那段挺能唬着的。沈总监也不赖，墙上那 T 型账户画的，我还以为在准备年终述职报告呢。第一，警告，当前距离9.9米，接近生死恋晕值，请缩短距离。陆源，快过来！什么？你别动，我挪过去。大小姐和姑爷感情也太好了，刚赶跑坏人就激动的抱在一起了呢。哎呦，曼儿啊，渊儿啊，看来拜了堂就是不一样。出门时还闹别扭，这一回来手都舍不得松开了。娘就说嘛，夫妻哪有隔夜仇，床头打架床尾和。婆婆说的是，夫君他非常体贴。是啊，娘子也特别粘人，一刻都离不开我呢。第一天算是熬过去了，陆渊，这事儿你不能袖手旁观。那你俩债务得1个月内平掉。沈家倒了，我这身份要么成罪臣之女，要么被卖青楼，你这秀才老公也得受牵连。沈总监，您真是3句话不离 KPI。我当然知道要搞钱，可大宋不比现代，要资金没资金，要人脉没人脉，难道让我去搬砖，你去卖唱？你怎么了？我要上茅房，今天在沈府喝太多茶，膀胱快炸了。你上茅房难道还要我跟着去？大姐，10米生死线啊！茅房在院子最西边，离这房至少30米，你不跟我去，走到一半我就超距离半身不遂，然后耻辱的掉在院子正中央。你想看着你的乙方社会性死亡吗？陆渊，我警告你，过程中敢发出任何奇怪声音，我立刻跟你解约。9.5米，陆渊，你最好就在门后解决，敢多往里走半米，咱们就一起瘫痪在粪坑边，同归于尽。
知道了，知道了。沈总监，您别推了，我紧张的破牢记都痉挛了。行了，该轮到我了。我要沐浴。今天在会议室打架出一身汗，又穿了一天嫁衣，身上都馊了。不洗澡我没法思考商业计划。沈总监，古代洗澡用大木桶就在屏风后面，这房间才多大？我待在屋里，那不是什么都听见，甚至可能看见。你这是职场性骚扰！闭嘴，把自己眼睛蒙上，然后坐到离屏风最远的墙角，全程面壁，中途还要负责给我递热水、添柴火。敢偷看一眼，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当玻璃球踢。乙方，水凉了，添热水。来了来了。停！超限了，放那儿我自己拿。沈曼，你这是虐待劳工！等系统解绑了，我一定要去大宋劳动局告你剥削！少废话，洗完了，开始吧。大宋合伙人项目启动会第一场，我回忆了原主娘家资产，掌柜卷款跑了，但沈家在长街还有间位置极好的铺面芳华阁，以前做胭脂水粉生意。你想从胭脂铺入手，可古代胭脂行业老字号垄断，咱们快破产的商户拿什么拼？这就需要商业模式降维打击了。古代人卖胭脂卖的是商品，现代我们卖的是情绪价值和稀缺性。听说过盲盒吗？你是说把胭脂水粉做成不同等级的盲盒，利用姑娘们的好奇心和赌徒心理清库存？没错，库存里积压了很多品相一般但颜色独特的次等口纸，重新包装分成普款、隐藏款、绝版、限量款，包装必须精美神秘。但古代没有现代机械，怎么快速做大量带机关、有仪式感的盲盒？就得你这个乙方工程师出马了。小意思，我用榫卯结构设计卡扣式盲盒，不用胶水，一按就锁死，打开有吧嗒脆响，拆盒爽感拉满。给我点木头，今晚就能出图纸和样品。这里盒子厚度不够，古代纸张软，承托不住机关。那你加深一点啊，卡槽加深不就行了？数据别卡太死，留容错率，这笔勾得不清楚。大姐，你懂不懂力学？太深了，卡扣就断了。退出来一点，数据超标了。少跟我讲理论，我只要结果，再进2分。不行，太紧了，塞不进去的。快快快，去禀报老太太！禀报老太太，就说少爷少奶奶感情极其和睦，折腾的可厉害了，明年一准抱大胖孙子。搞定，明天一早就去城南木匠铺做包装。3天后，我要让临安府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工业设计的降维打击。行，明天去芳华阁盘点，第一站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晚安，甲方爸爸。闭嘴，乙方狗。曼儿啊，渊儿啊，昨晚睡得还安稳吧？下人们都跟我说了，你们昨日收拾新居忙到很稳，一早就让厨房炖了清润的陈汤。来，快把这汤喝了，暖暖身子，也好提起精神。少爷少奶奶昨夜折腾到很晚，动静不小，屋内一直有搬动家具的声响，我们在外都听得清清楚楚。娘，您别多想，我们昨晚是在整理书房物件，整理各类书籍文稿。知晓啦，年轻人打理琐事辛苦，你们慢慢忙活。陆渊，你以后画图再敢乱用动词，我就把你嘴缝上。大姐，这能怪我吗？是非啊！小六，把账本和库房钥匙拿来。我的天，这都是些什么工业废料？大宋版死亡芭比粉，难怪卖不出去。冷白皮涂了都像中毒。古代追求温婉的大家闺秀，怎么可能买账？大小姐，沈副掌柜跑路前贪便宜，进的全是这种滞销次等货，足足800盒，现在就算10文钱一盒都没人要。降价，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降价清仓4个字。劣质资产只要包装得当，照样能卖出天价。乙方干活了，按昨晚的图纸做800个盲盒外包装，木材用最便宜的松木，但表面要打磨光滑，刻上芳华阁的花藤暗纹。最重要的是你设计的榫卯卡扣，手感必须丝滑。沈总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800个盒子，我就算有鲁班的本事，一个人1天也雕不完啊！谁让你一个人雕了？小六，去城南贫民窟招20个手脚麻利的大娘和半大孩子，工钱1天30文，日结。我操，你要搞古代版流水线？不然呢？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边际成本，这不是常识吗？你负责切分工序，把榫卯结构拆成3个最简单的步骤，大娘们只负责打磨组装。
你只管最后卡核心键质检。万恶的资本家，你这剥削手段真是跨越千年的稳定。听说了吗？芳华阁要出姻缘仙盒，西域进贡的神仙胭脂，拆开前谁也不知道颜色。扣中万中无一的凤求衡隐藏款，涂上能让心上人死心塌地，而且每日只限量100个，先到先得。开门，快开门！本小姐要买仙盒，别急，我是诚心李员外家少奶奶，让我先进。诸位夫人小姐稍安勿躁。这就是芳华盲盒，5两银子一个，概不退换。800盒里700个常规款，90个稀有款水红扣单，最顶级的隐藏款凤求凰只有10个。5两，你抢钱啊！嫌贵可以不买，我们卖的是心跳，是气运，更是独一无二的尊贵。小六，上沙漏，一炷香后无人购买，今日盲盒直接销毁。我买，给我拿2个。是凤求凰，我抽中隐藏款了！那金箔胭脂太美了，给我来5个，我要10个，别跟我抢！滚开！我出10两买1次抽盒机会。5两一个，今天出了100个，扣掉工钱和水军费，净赚480两。照这个速度，800盒清完，不仅能填上1万两高利贷，还能倒赚几千两。乙方干得漂亮！你那榫卯卡扣的开盒手感，绝对是今天引爆冲动消费的核心用点。沈总监过奖了，交付物能让甲方爸爸满意是我的荣幸。不过，亲爱的甲方爸爸，按现代商业合作模式，技术入股加生产线管理，我怎么也得分30%分红吧？你可别想白嫖我劳动力。想得美！本钱我娘家出的，营秀策略我定的。没有我的商业闭环，你雕的盒子就是堆破木头，最多10%。25%，不然明天我不给你做卡扣了。15%，爱干不干，不干咱们俩一起瘫痪等死。成交。伤风败俗，简直有辱斯文。陆渊，你堂堂有功名的读诗人，竟敢纵容商户妻子搞坑蒙拐骗的吆喝。如今外头都传陆家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今日我代表陆氏宗族没收你这间乌烟瘴气的铺子，以正足规。哼，极品亲戚上门抢劫。甲方爸爸，看来落咱们合伙本人的第1场商局提前打响。陆渊，你父亲生前也是清高读书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逆子？士农工商尚未最贱，你堂堂秀才，竟伙同满身铜臭的商户女，弄什么盲盒蛊惑人心？如今满城风雨，陆氏宗族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按宗族规矩，你既自甘堕落，这间铺子和这些赃款就该由宗族暂且代管。来人，把银子和地契都收了。我看谁敢动！表叔，您这帽子扣的可真够大的。哼，大宋律法哪条规定秀才不能帮妻子打理嫁妆了？再说，您口口声声说盲盒蛊惑人心，那您懂什么是盲盒的内在结构吗？知道什么叫格物致知吗？什么格物致知？表叔，我做这盒子根本不是为了经商，是在研究大宋的建筑力学与热力学第2定律。您看这个卡扣，利用木材弹性形变，不受外力时保持势能平衡，施加大于屈服强度的切征力，榫卯瞬间咬合，这叫能量守恒。往深了说，盲盒开启过程完美诠释了熵增定律，从有序走向无序是宇宙必然趋势。我通过木工实践探索宇宙真理，您居然说我伤风败俗！表叔，连这么基础的物理学定律都不懂，您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休要信口雌黄，强词夺理！就算女人抛头露面，卖高价劣质脂粉，扰乱市场，我身为临安府胭脂商会会长，就有权查封这家店。查封？就凭你，陆会长是吧？咱们撇开宗族，单从商业角度好好复盘一下您的商业模式。恕我直言，您家商铺的底层逻辑就不对，产品矩阵极其单一，缺乏核心壁垒，既不能赋能客户情绪价值，也没形成完整商业闭环。您所谓的做生意，不过是在传统存量市场搞一效内卷。闭环？内什么卷？没错，您完全抓不住下沉式用户痛点，颗粒度打得不够细。我们在做什么？在开拓增量市场，打造全新消费赛道。盲盒是什么？是新消费场景下用最小可能性产品测试用户心智的抓手。陆会长，时代变了，您的经营理念已经跟不上大宋商业发展的迭代节奏。再这样下去，不仅失去头部优势，甚至会被整个赛道无情淘汰。您不反思产品力不足，不优化供应链，不提升用户体验，反倒带人跑到竞争对手这儿抢资产。您这不是维护行业秩序，是向市场暴露您的无能与短视。放在我们公司，像您这样缺乏大局观和迭代能力的负责人，我第1天就把您开了。大哥，沈家大小姐说的话你听懂了吗？听不懂，但感觉好厉害啊！什么闭环痛点的，
听着像阴毒的绝世武功。你什么你，表叔？我娘子免费给您做深度商业咨询，您连句谢谢都不说，赶紧回去优化供应链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反了！好，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临安府胭脂商会还轮不到你们撒野，断了你们进货渠道，我看你们还能得意几时？我们走。大小姐、姑爷，你们简直是神仙下凡啊！几句话就把陆会长骂跑了。配合不错啊，陆经理，那套物理理论编得挺像那么回事。沈总监的职场黑化 PUA 才叫一绝，我看那老头最后眼睛都对眼了，估计回去得查半个月词典找颗粒度在哪。别高兴太早，今天赚了近500两，可800个废料盲盒最多撑3-5天。陆掌柜放了狠话，肯定会联合商会切断原材料供应，没有好脂粉，盲盒就成了纯诈骗，这招长久不了。同理钱庄那1万两高利贷还有不到1个月到期，光卖胭脂，就算把临安府女人全薅秃了，也凑不够这笔数。是啊，轻工业见效快，但利润薄，想短时间赚暴利，实现阶级跨越，必须搞重资产。甲方爸爸搞房地产和基建啊，这玩意儿哪个朝代都是最暴利的。你疯了？我们连块好地都买不起，搞房地产，大宋百姓凭什么买你的账？他们不用买我的账，买水泥的账就行。今天去城南找木匠，我留意了临安府的地质，城外凤凰山全是极品石灰岩，山脚下还有大片粘土，这可是烧土水泥的绝佳天然原料。你能烧出水泥？我是高级土工程师，只要有石灰石、粘土和煤炭，建个土窑，就算用手搓也能把轮散岩搓出来。好，咱们不卖胭脂了，明天我就把方格盘出去，凑齐部资金，去城外买块最便宜的烂地，建窑烧水泥。我要在大宋盖出第一座高档封闭式小区。乙方，注意职场距离。那个卡方，是你先拉我的手的。卖铺子，大小姐，您千万三思啊！这可是沈家祖传的基业，昨日才刚有起色，怎么今天就要盘出去呢？小六，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组不良资产是必然。芳华阁位置再好，没有核心供应线，留着就是烫手山芋。去，把城东刘员外请来，他眼红这铺子不是1天2天了。武士母皇帝成教，疯了！少爷和少奶奶肯定是被通力钱庄逼疯了。极品，碳酸钙含量极高的纯正石灰岩，加上这完美的硅酸铝粘土，甲方爸爸，咱们不仅能造水泥，还能造标号最高的那种。乙方，别高兴太早，地我买了，钱也批了，什么时候能看到实体交付物？立刻，马上！小六，去招100个青壮年劳力，工钱按天结，包2顿白米饭，给我建土窑！陆渊，我要被烤熟了，防晒霜早就用完了，再这么晒下去，我要变成古代包青天了。沈总监，基层视察是每个合格领导的必修课。实在热，就站我影子里来。滚！哼，故弄玄虚。沈大小姐，你们倾家荡产就弄出一坨泥巴，距离还款只剩7天了，这泥巴卖不出钱，你们就等着被卖身为奴吧。用尽全身力气砸这堵墙，砸碎了，我给你100两赏银。神土，这是不怕水火、刀枪不入的神土啊！若用此物修筑城墙河堤，大宋何愁外患水灾？这怎么可能？沈家不仅不会破产，反而握着一座能颠覆天下的金山。甲方爸爸，这交付质量过不过关？太棒了！既然地基打好了，接下来就让这群古代土财主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房地产的降维收割。诸位，今日请大家来，是想给各位看一样能改变家族传承格局的东西。这是何等仙境！这楼宇样式，老夫闻所未闻。诸位请看，
这是沈氏商行即将动工的凤凰山庄，全山庄采用我独家研发的金刚神土浇筑，防火防盗，坚不可摧。第一，绝对私密与尊贵，全山庄封闭式管理，配备12个时辰的专业物业安保巡逻队，非业主插翅难进。第二，极致采光与舒适，全部采用大面积琉璃透光设计，1楼带私家花园，3楼带观星露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全能住进凤凰山庄的，皆是临安府非富即贵的核心人物。您的邻居是知府大人，是盐商巨头。您的孩子从小和大人物子嗣在同一个院子长大。您买的不仅是房子，更是家族100年不衰的人脉圈层。沈大小姐，这房子多少钱一栋？老夫要了，现在就要现房。抱歉，凤凰山庄目前还在打地基，没有现房。这叫期房预售。首期只推出20栋限量版别墅，每栋售价2万两白银。今日签契约，只需交30%定金6000两，半年后交房再付尾款。若半年交不出房，我沈曼连本带利赔双倍。我交定金，给我订1号楼，滚开！我要湖景那栋，谁敢跟我抢，我跟他拼了！王掌柜，这是连本带息的1万两，点点清楚，顺便转告你背后的东家，以后在临安府惹谁都别惹我沈曼的盘。乙方，这波打脸爽吗？甲方爸爸威武，跟着你干，确实比在现代做 PPT 爽多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宋讲究阶级名分，我们俩毫无根基赚着10几万两，就是块任人惦记的肥肉。我们需要一把保护伞，一把连各大商会都不敢轻易动我们的保护伞。临安知府招募商贾修筑钱塘江大堤，你要接 2G 业务，政府项目？没错，古代商人的终极形态就是红顶商人。只要帮知府修好这关乎民生政绩的河堤，沈家就能直接搭上官府的线。到时候谁还敢在背后使绊子？修河堤是我老本行，但这块骨头不好砍。古代缺大型机械，钱塘江水流又急，传统抛石打木桩撑不了几年，质量不达标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才需要你这个高级土木工程师的绝对技术支持啊！拿下这个标，利润55分。怎么样，乙方，敢不敢接这个大单？甲方爸爸都发话了，我就算掀了牛顿的棺材笨，也得把图纸给你画出来。陆渊，泄洪道数据给我一下，沙盘闸门比例不对，要调微缩模型尺寸。截面宽度3丈，倾角45度，流速预估每秒5方。对了，你那沙盘水流模拟别用清油，粘度太大出不来峦流效果，加点酒稀释。收到，你把3号图纸受力分析再核对一遍。知府是文官，太复杂的力学他看不懂，图纸旁用通俗文言文做好可视化标注。明白，这就加注释。诸位，钱塘江大堤年久失修，雨季常有决堤风险。本官征集良策，可你们报上来的全是老调重弹，加高堤坝，多打木桩，造价昂贵，还治标不治本，就没有能让本官眼前一亮的方案。大人息怒，治水乃是千古虽愚钝，愿倾尽家财，多募工匠，用最硬的青石垒砌大堤，定保万无一失。用青石垒堤，不仅劳民伤财，且毫无韧性。遇100年洪潮，瞬间便会土崩瓦解。你是何人？公堂之上，岂容一介女流大放厥词？民女沈氏商行掌事沈曼，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主责工程师秀才陆渊。听闻大人为水患发愁，我等特献上100年固堤之策。哦，100年固堤，口气倒是不小。红部下盖的是何物？回大人，此乃我沈氏商行独家全景推演沙盘。净系复刻墙塘堤地貌水流纵式，大人请看。传统治水讲究堵，可水无常势，越堵越凶。我沈氏方案核心在于疏堵结合，生态闭环。主坝侧面设梯级泄洪区，水位达警戒点便开闸泄洪，引入废弃洼地，洼地沉淀淤泥，来年便是肥沃良田，既治了少服农业，这叫赋能大宋根基。妙啊！化水患为水利，可这主坝真能扛得住洪峰？这就要看硬核技术了。大人，主坝我们不抛石，不打木桩。
采用沈氏独家金刚水泥，配合重力拱坝结构。这种结构能将水流的巨大水平推力通过拱形力学传导转移到两岸坚硬山体，既省30%材料，抗冲击力更是传统青石堤坝的10倍以上。神仙之作，这简直是神仙之作！有此良策，临安府何愁水患？沈曼、陆渊，修筑河堤的差事，本官就全权交于你沈氏商行。大人英明。爽，爽！今天在工厂上看着陆长贵那吃了屎的表情，比拿全年绩效广造还爽。沈总监的 PPT 演讲功力依旧不减当年，那句“福能大宋根基”，差点把知府忽悠的当场拜你为师。少来，你的力学图纸才是核心竞争力。看什么？被我迷住了？少臭美，我在看我们的江山。等这个项目做完，我们就是大宋最大的基建财阀了。第一，检测到宿主心率异常变动，荷尔蒙分泌指数上升，羁绊值增加。谁荷尔蒙上升了？破系统，再乱报警我就把你砸了！我困了，睡觉。喂，沈曼，你跑慢点儿，10米，10日线。陆渊，在这个见鬼的古代，有你这个乙方在，其实也挺好的。快睡吧，甲方爸爸，明天还要去工地搬砖呢。3号坝段加固模板，别偷懒，那边砂石比例不对，水开多了，重合。诸位都看清楚了吧？沈家那黄麻丫头和穷酸秀才是彻底不给咱们活路了。真让他们把河堤修成，搭上知府的线，以后临安府商界还有咱们说话的份吗？陆会长，您说怎么干？那所谓的水泥，无非是煤炭烧的灰混砂石，掐断原料，他们的土窑就是个废坑。没错，知府给的工期只有3个月，延期交付耽误汛期，按大宋律是杀头抄家的罪。去通知底下所有人，宁可赔违约金，也不准卖1斤煤炭砂石给沈家，再花重金雇一批亡命之徒。大小姐姑爷，不好了！城东煤站城西沙场，宁愿赔3倍定金，也要单方面撕毁契约。原料彻底断了，土窑已经停火半天了。怎么会这样？就算一家毁约，不可能全城都毁约。不止啊！来工地的必经路上，突然多了蒙面流氓设路障，见运10来10的牛车就砸，还打伤了几10个工人。现在工人都吓破了胆，吵着要结工钱回家，说这活没法干了。陆长贵，这群古代无良资本，正面竞争不过，就玩黑社会下三滥的手段。工期还剩多久？原本进度提前，可现在主坝到了最关键的浇筑阶段，需要大量砂石和不间断混土供应，原料断绝，工人流失，不仅赶不上汛期，之前浇的靶体也会因断层留下致命隐患。距离汛期只剩20天了。对不起，陆渊，是我太急功近利，以为拿到官府项目就能横着走，低估了古代地头蛇的反叛。这次是我把咱们俩推向了绝路。沈曼，看着我，我们是合伙人，在现代项目天塌下来，我也没见你怂过。一群古代土鳖也想让咱们认命。第一，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存亡危机，隐藏机制触发，10米生死线限制解除50%，扩展至100米。恭喜宿主解锁终极工业机械图纸库，获取超越当前时代300年的重型设备构造图。看到了吗？看到了，人力不够，机械来凑，原料进不来，我们就地取材。乙方，距离汛期还有20天，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3天之内把脑子里这些怪物给我造出来。图纸都有了还造不出来，我这名倒过来写。小六，把剩下的人全叫起来，工地上废弃牛车、铁锅、粗麻绳全给我拆了。汉子说沈家工地彻底停工了，里面的人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来。再过3天，知府就要去视察进度，老夫倒要亲自看看他们是怎么被押上囚车的。知府大人，草民听说沈氏商行近日怠工严重，工人都跑光了，汛期眼看就到，大地若有闪失，可是动摇临安府根基的大事啊！哼，若他们真敢延误工期，本官今日就拿他们祭江。
那是何等妖物！放！这……陆会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失望了。您断了我们的砂石，我们就地开山炸石。您赶走了我们的工人，我们就用这2台神机来代替。知府大人，钱塘江大堤3号主坝今日完工封顶，现在的工程进度不是延误，而是提前了整整10天。好，有此神机，何愁水患？沈曼、陆渊，你们立下天大奇功了！来人，陆长贵等人暗中阻挠水利大计，意图决堤害民，给本官拿下，打入死牢，抄没家产。一方，这次多亏了你。什么？这不是系统强制的实力线，我只是单纯的想牵你的手。这里原本是最大的官办酒楼，上个月走水烧成废墟，官府正急着脱手。我昨天已经用8万两白银把这块地连丁周围几条巷子全拿下来了。8万两，那可是临安帝王，你这甲方也太败家了！拿这么大地想建什么？盖皇宫啊？皇宫算什么？我要建一座能把全城百姓钱包都榨干的吞金兽，大宋第一座集餐饮、娱乐、购物、客栈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商业综合体？没错，古代商业太分散了。买胭脂去城东，吃酒席去城西，看戏又得跑城南。我要把所有顶级业态全集中进一栋楼，1楼百货胭脂，2楼高档酒楼茶戏，3楼戏园子加拍卖场，让顾客走进来不花光最后1文钱，绝对舍不得出去。能搞！我用钢筋混土做核心承重柱，大型榫卯锯木做横梁，中间掏空做阳光中庭，顶上铺满打磨透光的云母片和琉璃，甚至能2部手动滑轮升降梯，专供 VIP 客户使用。完美！建筑交付交给你，招商银资交给我，开工！免租金只抽成，这闻所未闻啊！没错，入住沈氏大悦前3个月分文不收，但所有营业额必须走商场统一账房，沈氏抽成2成，不愿接受的出门左转。但我保证，3个月后，你们的传统铺子向门可怜去。诸位客官，今日开业大促，全场消费满10两即可办理沈氏 VIP 会员卡，凭卡全场9折。每花1两攒1点积分，积分既能当钱花，还能兑换独家芳华盲盒与西域香料。充值50两升黄金 VIP，2楼9楼免排队。充值500两进黑钻 VIP， 专属导购全程陪同，还能乘坐飞天神梯直达3楼顶级包厢。给我充500两，老子要当黑钻，老子要坐飞天神梯。飞了，真的飞上去了！报告大小姐，今日开业大促，大悦城总计流水35万两白银。扣除商户抽成和成本，净赚15万两啊！知道了，下去领赏，让所有户院今夜打起12分精神，死守银库。发财了，陆渊，我们彻底发财了！大宋首富被我们摸熟。是啊，沈总监，要权有权。这商业综合体的交付，你还满意吗？哎呦，要钱不要命了，数钱数到手抽筋，放现代绝对能上热搜。陆渊，其实就算系统现在解绑了，我们合伙公司的合同应该也不会终止吧？什么？你觉得我们之间？大小姐，姑爷，不好了，走水了！1楼布庄突然起了大火，还有一群蒙面黑衣人杀进来了，见人就砍，正冲着顶楼银库杀过来啊！碰钱可以，要命不行。陆渊，门外通道窄，用物理超速。懂了，甲方大爸。我的眼睛！用钱砸死你们！绑了，连夜送去知府大门外。想烧我的摇钱树，下辈子吧。第一，终极判定通过，宿主面对生死危机配合天衣无缝，信任度达到绝对满分。恭喜2位，大宋合伙人终极考验完成，系统将于72小时后永久解保。届时10米生死线彻底解除，所有技能图纸永久固化在宿主记忆中。倒计时开始，71小时59分59秒。要解保了？是啊，
恭喜沈总监，3天后你就是真正自由的古代女首富了，再也不用被我这个乙方散定了。恭喜，你也自由了，陆经理，有图纸有钱，你随时能去开创你的基建帝国。哎呀，疼！怎么了？崴到脚了？我看看严不严重？昨天晚上砸杀手的时候好像扭到了。陆渊，我脚好痛，走不了路了，你扶我回房好不好？脚受伤了就别乱动，我帮你进去。这几天你哪里都不许去，我必须贴身照顾。万一再遇危险，你跑都跑不掉。怎么不吃？昨晚和杀手搏斗时，肩膀好像被震伤了，今天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一动就钻心疼。受伤了？我昨天怎么没看出来？快让我看看是不是骨裂了。小六，快去请大夫！别，不用请大夫，大夫看了也没用，是内伤，得静养。就是这饭我实在吃不到了，要不我饿着吧。饿什么饿？我喂你，张嘴。怎么了？我害怕打雷。原主小时候被雷劈过院里的树，有心理阴影，我一个人睡不着。今晚我能在你这里打地铺吗？打什么地铺？什么？系统明天就要解绑了，解绑之后，你打算怎么办？你管我怎么办？反正没你在旁边气我，我也许会找10个8个账房先生，天天给我算账。你敢？废物，连个女人都杀不掉。那沈家妖女和秀才手里的财富已经严重威胁到大人的计划。既然暗杀不成，那就借着连日暴雨，给他们来个玉石俱焚，传信给黑风寨的山匪，趁着暴雨强攻沈府，把那2头肥羊给我生吞活剥了。张嘴。沈总监，这糖放少了吧？我可是工伤，你这员工福利不到位啊！工伤你个头！大夫说了，肋骨没长好，不能吃太甜腻。再废话，我就让账房把你医药费全从分红里扣掉。万恶的资本家！不过看在你3个月天天端茶倒水的份上，我这乙方就勉为其难原谅你了。对了，幕后黑手的案子今天结案了。这3个月我在病床上口述你执行的那套现代财务穿透审计法，效果如何？降维屠杀。我调动审视所有案线，把盐运使10年的阴阳账本全翻了出来，用交叉对比和资金流向追踪，硬生生把他们洗钱链路画成了一张清晰的拓扑图。铁证加上知府保举，直接递到了京城御史台。今早圣旨下达，盐运使满门抄斩，那幕僚连同黑风寨残匪全部秋后问斩。甲方爸爸威武，绊脚石都清了，咱们的大悦城也该重新开业了吧？不仅要开，还要搞史无前例的降维大促。被烧毁的1楼我让人重装了，这次我要把大悦城开到京城去。我要让大宋皇帝的国库都成沈氏商行的现金流。7天后，大悦城2.0升级版震撼重开，场面比首次开业疯狂10倍，人潮涌动。邀请5位好友办会员，免费领西域香水，冒透个人头。3楼戏园的顶级包厢，原价300两，今日限时秒杀99两，抢啊！在看什么？在看我们的江山。这是什么？这是乙方给甲方爸爸提交的最后一份项目企划书。陆渊，你这个大笨蛋，哪有人用合同求婚的？在现代，我们是死对头。刚穿来的时候，我们是怨偶，系统逼着我们绑在一起。可我知道，从你在火海里死死抱住我不肯走那一刻起，我就疯狂的无可救药的爱上你了。系统虽然解绑了，但我的心想被你心甘情愿绑定一辈子。甲方爸爸，这份终身合伙人契约，你愿意签字盖章吗？合同生效。陆星野，你这辈子生是我沈曼的人，死是我沈曼的死鬼员工，敢多看别的女人一眼，我让你倾家荡产。遵命，老婆大人。